上辈子父亲掏空家底儿给我找工作被人坑，一怒之下，瘸腿的父亲上山讨公道，路上却遇到野猪，不幸去世。后来村里的媒婆又骗我娶了个老婆不能生养，原本是一手好牌被我打得稀烂，从此我一蹶不振，在浑浑噩噩中死去。在迷离之际，老天竟又让我重生回到了1980年，父亲出事的那一天。孩儿他娘，你别拦我，今天我非去林场给咱家小峰讨个公道去，他们凭啥顶替了小峰的工作，还打咱家娃？当家的，你腿还没好利索呢，万一再出点啥事儿，咱们这个家可咋过啊？岳峰在隔壁父母的说话声中睁开眼睛，下地来到隔壁父母房间，屋子里只有岳峰父亲在。太好了，我爸还没上山。小峰，你醒了，你放心，爹这就去大队借车上山，喊上你李叔，一起给你讨个公道回来。算了吧，我这不是没事吗？我妈呢？这次岳峰没有像上一世一样给父亲拱火，此时19岁少年身体里住着的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灵魂。你妈领着静静去村头接你哥了，你哥跟你嫂子今天回来。岳磊，那个姓周的收了咱家的钱，你在林场工作以及被打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大，这林场的也不是啥好活，主要是咱爷俩现在都受伤了，等咱养好了伤再找他们算账吧，他场子又跑不了。一向暴躁的小峰今天怎么转了性了，变得这么冷静理智？儿子说的对，这事儿是应该再等等。此时院门口传来了动静，是老妈孟玉兰带着大哥岳山、大嫂陈红两人回来了。小峰醒了。他兄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要不改天我和你哥带你去镇上卫生院查查去。谢谢嫂子，大哥，我没事。岳峰的大哥大嫂双职工，没有孩子，俩人一个月工资就有50-60块，很是富裕。而这次回家看望他们受伤的爷俩却是空着手回来的。当天中午吃完饭，夫妻俩就赶紧躲瘟神一样的离开了这个家。要想出人头地让人瞧得起，我就得搞钱，扯啥都是虚的，指望生产队致富更不可能。爷爷教过我驯鹰打猎，看来还得指望这个手艺。那个年代山中的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厚，上辈子岳峰打猎的手艺也很牛。理清思绪的岳峰闪身就钻进了仓房，一通翻找，很快就找到了捕鹰网。第二天蒙蒙亮直奔村外的河边小树林。春天过鹰，繁殖性迁徙，现在刚过寒露，最近几天又没有大北风，在河边下网逮小鹰准没错。岳峰选定一块地方开始布置捕鸟网，布好网后，岳峰找了个距离骑龙网30-40米的大粗树后躲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就听到网那边有了动静。这只鹞子个头好大，不错，头板爪子都很大，都快赶上小霁鹰了。背部羽毛竟然还是铁背黑，这要是训出来必是捕猎的好手啊！岳峰今天似乎撞了大运，用鹰谱上的术语来描述这架鹰，那是正儿八经的铁鹞子。逮到了自己想要的鹞子，岳峰把骑龙网简单一收拾，开开心心扁着小鹰回了家。哈哈，铁背鹞子鹰，今晚熬鹰不熬服了你，我就不叫岳峰。重生后的穷小子岳峰为了改变命运，走上了猎鹰这条老路。想不到初次出手就捕到了一只难得的铁鹞子。老话说，大鹰怕熬，小鹰怕扁。啥叫扁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用手给它轻轻地攥在手心里，直到鹰适应了人。这是一种古老的驯鹰方式。自从当晚回到家以后，直至第二天中午，岳峰都是在扁着鹰的状态中度过的。小峰啊，这鹰铁背轻啊，你哪儿抓来的啊？这要是拉到集上卖了，得卖20-30块钱吧？就河边的小树林抓来的，但是咱不卖，这鹰给多少钱咱都不能卖。一顿饱饭和顿顿饱饭选哪个？这鹰以后就是咱吃饭的家伙，上辈子我就是因为目光短浅才倒的霉。晚上，岳峰吃过晚饭，来到院子里，将裹了一整天的鹞子解开了束缚，脱手的一瞬间，像一支利箭一样射了出去，利爪瞬间扑住了地上的肥鸽子。嗨，扁鹰成了，下一步就是熬鹰了。行啊，儿子，这真是一只好鹰啊！你爷爷传给你的驯鹰手艺，你也倒是一点没落下。还是你说的对，儿子，这鹰咱不卖，今晚爹和你一起熬鹰。哈哈哈，好嘞，爹。当晚，爷俩大瞪小眼，困得直打哈欠，愣是和木架子上的小鹰对视了一整晚，直到老爹挺不住了。你先去睡吧，我自己就成了，您不用陪着我了。爹不困。小家伙，今天不熬倒了你，我就不信岳。岳峰端来了一大缸茶水，摆出了拼命的架势，直到太阳升起时，岳峰的眼睛依旧瞪得像铜铃盯着小鹰。最后，小鹰服了，一脑袋从鹰架子上栽倒睡着了。哈哈，小家伙，还是我赢了，下一动就可以带你去实战了。明天咱哥俩都休息一天，后天早上我期待你的表现。早晨4点多，天蒙蒙亮，岳峰就带着小鹞鹰出了村。刚走出村子不远，
岳峰就发现手里扁着的鹰正在朝着20几米外的灌木堆使劲。唐岳峰仔细看向灌木丛，一只亚成体的沙瓣鸡此刻正在灌木底下啄食小虫子。好肥的鸡，小鹰上！岳峰撒手的一瞬间，鹞子犹如一道闪电飞向了灌木丛，下一秒立刻响起了沙瓣鸡的惨叫声，一击命中。好伙计，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吃吧，整个鸡头都是你的了。静静，起来吃沙瓣鸡了。静静是岳峰的妹妹，听到沙瓣鸡3个字，小丫头眨眼的功夫就从房间里跑了出来。二哥，哪呢？静静要吃沙瓣鸡。岳峰拎着没有脑袋的沙瓣鸡在妹妹眼前晃了晃，温柔地摸了摸妹妹的头。看，这是今天早上去成荫逮到的，让咱妈用锅底会给你烧熟了吃。二哥真好，是鸡喽。随后老妈连鸡毛都没拔，直接整个丢进了灶堂里。不多时，外表黑漆漆但香喷喷的烧鸡就烤好了。鸡肉好香呀，二哥你也吃，爸爸妈妈也吃，静静吃鸡腿就可以了。静静很懂事，他们家已经很久没有肉吃了。岳峰没有吃，老爸老妈满脸笑容欣慰地看着这一幕，两人象征性地吃了一点。呵，静静你慢点吃，等鹰放稳了，往后二哥天天给你逮沙瓣鸡吃。岳峰带着小鹰稍微一出手，就逮到了一只沙瓣鸡，好好给家人开了个荤。今天一早，岳峰趁热打铁，驾着小鹰来到了河边小树林。沙瓣鸡的毛，看来这附近沙瓣鸡应该不少。岳峰驾着鹰小心翼翼地在岸边溜达了一圈，手中的鹰又开始四处搜寻起来。突然间，小鹰把脖子一扭，眼睛死死地盯着几10米外的灌木丛不动了。小鹰，看你的了，去！岳峰果断丢出猎鹰，一群沙瓣鸡从灌木丛底下猛地起飞。几乎同时，灌木丛底下传来了沙瓣鸡被鹰逮住之后的惨叫声。小鹰死死按住了一只大肥沙瓣鸡，岳峰开心跑过去将鸡拎起。好肥的鸡，比昨天的还肥。小鹰，这只先归你，吃饱了给我继续抓。随后，岳峰带着小鹰又抓了3、4只肥鸡，哼着小曲儿朝家的方向赶去。路过村口小卖部的时候，被小卖部老板娘李银花和村里其他几个妇女给盯上了。哟，小凤啊，从哪带了一只鹰啊？看个头还不像你。李婶、赵婶、刘嫂子，你们在这啥？这是我地头上捡的，养几天玩玩。村里长舌妇上辈子岳峰可是领教过的，简单搭腔一句，岳峰就脚底抹油走人。等岳峰走远了，刚才还笑容可掬的李银花撇嘴吐槽道：岳家这个二小子也是个拎不清的，鹰可是吃肉的，现在人都吃不上肉，还养鹰玩。我听说前几天岳峰去林场上班，被人家打回来了，脑袋鼓了个大包，在炕上昏了好几天才醒，不会是被打坏了脑子了吧？驾鹰走犬，他当自己是王爷贝勒呢。二哥，们啊，二哥又给静静抓鸡吃了。4只沙瓣鸡，鹰逮的，等鹰放的再顺一些，我就去山脚下逮飞龙了。爷，逮的还是活的呢，这几只沙瓣鸡挺肥呀。家里人一开始对岳峰养鹰的态度基本上持中立态度，不鼓励，但是也不抵触。但是在岳峰慢慢交出成绩来之后，母亲的反应明显要更加认可儿子的作为了。妈，咱家里还有不能穿的破袜子吗？回头逮多了，我打算进城卖。有，这些年穿坏没法补的袜子我都留着没舍得丢，等会儿我给你找。拔毛，简单收拾。随后岳峰将一只沙瓣鸡的肉分成了7、8块，拔下来的大鳞都丢了，那些柔软的绒毛也被岳峰收了起来。这一步用训鹰的行话来说叫做绳儿，也就是给鹰处理饲喂用的食物。鹰把是想要尽可能的掌控鹰的状态，做绳儿这一步必不可少。旁中午炒的菜是沙瓣鸡炖土豆，为了让家里人都能吃到肉，母亲将今天这2只沙瓣鸡切成了小块，虽然肉不多，但一家4口吃得津津有味。尽管肉还是不够吃，但看到妹妹跟爸妈满足的笑脸，岳峰的心也感觉自己幸福起来。只要正干，日子总会过好的。等鹰能放顺了，就是实现沙瓣鸡自由的时候。第二天天一亮，岳峰再次驾着鹰来到昨天逮沙瓣鸡的小树林。昨天那群不长记性的沙瓣鸡再次回到了他们的领地，岳峰毫不客气带着小鹰一顿猛抓，足足抓了5、6只大肥鸡。这一群鸡迟早的被我吓跑，看来明天得换个地方了。随后岳峰整理完沙瓣鸡就准备下山，没走出多远，就听到山岗另一侧隐约传来了尖细而清脆的声音。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声音是飞龙。龙肉指的就是飞龙鸟，飞龙学名叫花尾真鸡，是一种灵栖性的森林鸟类，很是难捉。如果能活着逮几只这玩意儿回去，可是能卖出高价的。岳峰步伐沉稳地爬上山岗子，隔着至少30、40米，岳峰就发现了飞龙的踪迹。5、6只芦花羽色的飞龙正在山梁子旁边的树下吃食儿嬉闹呢。进了山林当中，却鹰的一身本事才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只见他如幽灵一般毫无声息地直冲飞龙机群，一把将其中一只飞龙死死按在了地上。哈哈哈，好样的！此时其他的飞龙已经逃了，岳峰也没贪心，拿起地上的飞龙往破袜子里一塞，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爸妈，我回来了，看，这是今天的收获。哦，一上午逮了这么多，这可得吃好几顿呢。看来这鹰你是放稳当了。咱们留2只沙拌鸡自己吃，剩下的明天一早我进城，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活的沙拌鸡跟飞龙卖了，换点钱或者粮票回来。你想去矿务局那边的鬼市？我听说鬼市天亮前没啥人管，想去试试，给猎物找点销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岳峰来到鬼市，找了个没人的空位置蹲好，从兜里将带来的沙拌鸡跟飞龙摆在了脚底下。很快就有人注意到了岳峰面前的活禽，一个个30多岁、穿着红星煤矿工作服的矮个子男人蹲了下来。沙拌鸡跟飞龙怎么卖的？沙拌鸡7毛一只，飞龙公的1块1，都是昨天刚下山，鲜货无伤的。你这卖的也太贵了，前几天买的沙拌鸡才3毛，飞龙才5毛。那是套子或者夹子逮的死的，血都没放出来，我这可是全须选尾活的，价格能一样吗？哦，行，都给我装起来吧。这个男人虽讲了价，然而出手却是很爽快，直接找了个化肥袋子，一口气包圆了岳峰的猎物。临走时还不停问岳峰明天来不来，下次他还要买，卖得了钱。随后岳峰买了些面跟肉回了家，等岳峰拎着肉背着面回到家，老爸正在院中央马扎上坐着帮岳峰架鹰呢。爸，我回来了。卖掉了。很快就被人包圆了，卖的钱我够了点肉，又买了10斤白面。你腿上的伤还没养好呢，营养跟上了，好得快。我二儿子长大了，知道心疼你爸了。这些肉待会儿我上锅铺一下，留着炒菜吃，白面掺上玉米面，这2合面的馒头你小妹爱吃。妈，既然嫁阴出为这条路能走通，那咱往后就不用那么省着吃了，往后我要咱家每天都吃细粮。那咋行？我在东务厅你3点多就起来了，这几块钱来的不容易，家里花钱的地方还多呢，挣点钱哪能那么祸害？这不叫祸害，吃得好了，我爸的腿才能早点恢复。等我攒够钱买把猎枪，到时候跟我爸上山打6尾去，随便扛头猪回来，就能吃几个月。等攒点家底儿了，咱再养几条跑山的猎犬，到时候碰上熊瞎子都能给他放倒。我不求咱家大富大贵，只愿一家人都平平安安的。听我的妈，今天带回来的肉留一半靠油炒菜，另一半咱们晚上包饺子吃。我吃饱了继续上山放鹰去，如果收获好，明天一早我还去赶鬼市。行，钱是你挣的，那就听你的。吃了中午饭我就剁饺子馅儿，咱家晚上吃饺子。第二天天还没亮，岳峰又赶着几十里山路出了村，说不累是骗人的，但此刻有一股信念支撑着他继续前进。村里其他人想要受累赚到钱还没机会呢，带着鹰出围，一天就能赚6块，可比生产队里1个工分挣5分钱划算多了。河边小树林那片的沙拌鸡不好逮了，今天的狩猎目标主要还是飞龙。现在天刚亮，飞龙成群进食，正是好时候。岳峰刚进山走了没500米，那熟悉的飞龙叫声又传来了。岳峰借着树干的遮挡，慢慢的拉近距离，在贴近到20米以内之后，岳峰果断出手，杀气腾腾的小鹞子一击命中，飞龙鸟的惨叫声响起。哈哈哈，这只的飞龙比昨天的还肥，小鹰好样的。岳峰用袜子裹好猎物塞进背包，揣进兜里。接下来的1个多小时，岳峰沿着东侧山根位置贴着山岗上山，一直走到西侧乱石跳，前后逮了5只飞龙鸟。当天下山时，岳峰包里足足装了18只猎物。岳峰心情不错，往家赶，路过小卖部，却又遇到了村里的那群老娘们。远远的就看见头戴大红花的陈寡妇在向他招手。岳家的2小子，你这是上山放鹰去了，还逮了只大公鸡？是啊，陈婶儿，运气好，山上捡了个野鸡，你们在这聊天的。我敢打赌你这野鸡9成9是山上偷的人家套子吧？王美兰家跟岳峰家一直不对付，她男人叫刘长福，跟岳峰家是一个生产队的，两家曾经因为自留菜园的事儿动过手。人家2小子也没说是鹰抓的，你激动个啥？好男不和女斗，岳峰只假装没听到老娘们的议论，一路回到了家。哎呀，还捡了这么大个公野鸡！这个鸡可不是捡的，是咱的小青鹞子今天捉的。这青鹞子敢干大公鸡，那倒是值得好好培养培养。等过段时间我就带着这大青鹞子试试灰狗子和紫貂去。灰狗子是松鼠的俗称，小东西不大但皮毛可值钱，紫貂就更别提了。东北3宝里的貂皮，说的就是它。一张全品的松鼠秋冬皮至少值8到10块，紫貂皮的话最少也得几百块。这紫貂可是凶得很，如果你说的这小鹰会虎豹头，还真可以试试。岳峰点了点头，嘿嘿一笑，把鹰递到老爸的手上，进了屋。锅台上，老妈早已经提前包好了饺子，足足2盖连，用了整整1斤猪肉。哟，逮了个这么大的野鸡！嗨嗨，小意思，今天咱家小青鹞子状态好，除了这只野鸡，今天逮的飞龙和沙拌鸡加起来也得有17、18只。
我儿子真厉害，这些猎物你打算咋处理？要不然等天黑了，我给我李叔家送几只过去，剩下的明天一早进城卖了。岳峰嘴里的李叔叫李文同，是岳家的前邻，跟岳磊关系非常好，两家来往非常密切。今年老爸岳磊断了腿，李叔一家没少照应岳家。这飞龙给你李叔拿一只，再拿2只沙拌鸡。吃完晚饭，岳峰拎着猎物来到李家，李文同一家5口刚敞锅开饭呢。哟，小峰来了，快屋里来，吃晚饭了吗？一起吃点啊。婶子别麻烦，在家吃晚了才过来的。今天扁着鹰上山逮了几只鸡，给婶子跟叔尝尝。那感情好，我昨天还想等下雪了上山口沙拌鸡吃，今天这算心想事成了。叔，今年我爸肯定没法跟你上山了，要不然回头我跟你去呗，咱爷俩去逮大野猪去。这野猪可不好逮，咱们两家又没狗又没枪的，靠几个套子加青刀，太凶险。这时候旁边李叔的大儿子李明涛也凑了一嘴，到时候我也跟你们一起上山干野猪呗。上什么山上山，我看你上炕都费劲，别儿拉带着去。小涛明年也18成年了，到时候愿意去就一起呗，万一搞得猪了，干点搬搬抬抬的体力活儿也行啊。这孩子不像你新世系做事儿稳当，到时候再说，看他表现。嘿嘿，还是我峰哥说话好使。从李叔家回来，岳峰又马不停蹄地回家，拎了1只飞龙1只沙拌鸡，趁着夜色直奔大队书记王建国家。岳峰两世为人，岂能不知道想要在村里出人头地，必须要跟村里书记处好关系的道理。岳峰拎着2只小鸡儿来到王建国家，此刻王建国家里也在吃饭呢。叔，喝着呢。是小峰啊，吃饭了没？陪你老叔喝点。王建国眼神偷偷看向岳峰手里的鸡。酒就不喝了，我是有点小事儿。明天一早我想借你的自行车进趟城，这是我上山逮的飞龙跟沙拌鸡，给你跟我婶子尝尝。借自行车直接过来推就行呗，还带东西显得多外道。自行车你推走吧。嗨，那就谢谢叔了。等送走了岳峰，王建国回屋跟媳妇张翠莲对视了一眼，若有所思。岳家这二小子开窍了啊。是啊，小峰他爹就是个犟种，平日里要不是你背后给他撑着，在村里要吃多少亏，让我看岳磊还不如他这个二小子呢。话也不能这么说，岳磊平常确实有点认死理儿，但村里真有正事儿他从来不含糊。受伤也是因为给集体干活嘛，原则上这算工伤。等年底我想办法在工分上给他家找补吧。推着村书记的自行车回到了家里。第二天带着昨天剩下的13只猎物，早早骑车来到了镇上的鬼市。昨天那个跟岳峰包圆的金主又来了。哟呵，今天都是飞龙鸟，还是老价钱？老价钱，全部包圆的话算12块。行，都要了。还是熟悉的化肥袋子。岳峰很快将鸡给对方装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急着走吗？不着急，换个地方聊2句。行。从鬼市里离开，2个人在路口拐弯，来到了矿务局这条街。我叫牛福生，在煤矿20堂上班。这沙拌鸡跟飞龙，你能稳定大量供应吗？每天需要多大的量？红旗煤矿上下接近2万人，各个部门头头脑脑的都对这些山珍野味有需求。靠你一个人带，你能送多少，我就能接多少。我一个人1架鹰，每天满打满算能抓个20-30只飞龙或者沙拌鸡就顶天了。太少，死的我也要，多逮点不行吗？行。对了，其他野味要吗？野鸡、野兔、野猪、狍子啥的。要，有货你尽管找我。算上昨天买肉跟面剩下的钱，目前岳峰手中已经有了超过15块的巨款。他心情愉悦的花了2块钱买了10几个大肉包回了家。这国营饭店的包子可不便宜，你发财了。我在鬼市认识了个煤矿的食堂师傅，他说可以大量的包圆我逮的山货。您觉得咱有没有必要再去逮几只鹰，张罗几个人一起挣钱？可以找几个人，但是人体要过关，嘴巴要严，而且放鹰的技术可以教，但是驯鹰的核心技术要保密。你想好找谁一起了吗？要不然我问问前邻我李叔爷俩，再加上张家的孝文、孝武哥俩。张孝文跟张孝武只差1岁，这哥俩是岳峰上辈子的好兄弟。这哥俩在村里出了名的孝顺，也极为讲义气。上辈子岳峰带着哥俩上山杀熊苍子，结果挂管枪臭字没响，这哥俩一个人都没跑，一番恶战硬是拼的受伤，把岳峰从胸口救了下来。行，爸相信你看人的眼光。打定了主意，岳峰打好绑腿，挎上背包，扁着鹰就出门了。今天他没有直接上山，而是来到了前邻李叔家。小涛，今天有事吗？没事跟我做个伴，我带你上山放鹰逮鸡去啊。行啊，峰哥，我接着打绑腿，你等我几分钟。庞李家也刚吃完早饭，小涛听到岳峰要喊他去放鹰，一口就答应下来。小涛从小就跟在岳峰屁股后面玩，是岳峰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后背交给他的那种过命兄弟。哥，咱俩今天去哪放鹰？先去河边小树林，再从架子沟缓坡上山，山上待1天，
傍晚天黑前回来。第一站是昨天没来的小树林。岳峰一边走一边观察，隔着老远就发现了沙拌鸡活动的踪迹。岳峰当即果断的扁鹰出手，轻松逮了一只沙拌鸡。我靠，哥，你这小鹰也太牛了吧！这么轻松一撒手丢出去，就逮了一只沙拌鸡。哈哈，要不然呢？有个助手一起放鹰比单人操作确实要方便不少。不到1分钟的时间，收拾完毕，哥俩继续前进，又有了收获。小偷快来，鹰逮着黄叶子了。黄叶子指的是黄鼠狼，个头要比大青要大不少，单靠鹰自己很难把它制服，这种情况实际上很危险。两人赶了过来，岳峰一脚踩死了黄鼠狼，黄鼠狼临死放了个臭屁。我靠，好臭！黄鼠狼放臭屁了，憋住气儿。哥，这黄皮子对他有啥用啊？还怪不吉利的。你别小看这一身皮毛，如果卖到供销社去，至少能卖20-30块钱。值这么多，哥，要不然咱们不逮小鸡儿了，专门逮黄皮子吧。黄鼠狼都有地盘的，一天也不见得能碰到1-2只，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了。走吧，咱们上山逮飞龙去。接下来，岳峰带着小涛从沿着山梁继续寻找猎物的踪迹。没几步道，岳峰就发现了一个大小5只飞龙组成的小群。岳峰稍一出手，就逮到了一只。原来这飞龙鸟也挺好逮啊。峰哥，再碰到猎物的，你让我放一把鹰过瘾呗。行，不过你得注意几个细节。第一，扁鹰是有手法的，要这样，然后再这样。岳峰将放鹰的手法技巧毫不保留地交给了小涛，哥俩一边赶路一边小声的交流，又远远地发现了3只飞龙在地上活动。哥，看那边，鸡儿，轻一点拿鹰，扁鹰往下一点，记得对准掌心的位置。又一遍教学后，小涛便开始行动，狗狗碎碎地朝着远处飞龙所在的位置靠近。他刚刚走到30米附近，警戒的飞龙鸟发现了小涛，瞬间就想跑。放！别愣神了，抓紧追啊！晚2步找着鹰，鹰都吃饱了。等他们2人找到猎物的时候，飞龙鸟脖子跟脑门的毛都快被鹰薅秃了，再晚那么10秒8秒的飞龙鸟多半小命不保，死的飞龙就不值钱了。哥，为啥你扁着鹰放的时候都能靠得那么近，飞龙都不会跑，怎么轮到我放脚？因为你的眼睛，你从隔着老远开始就一直盯着鸡，对方很明显就能发现你的敌意，不跑难道等你抓啊？小涛听完岳峰的解释，脑袋有些发懵。一会儿我放鹰的时候，你好好观察，要学会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猎物，走路也要自然一点，别再眼高手低了。下来的2个半小时，岳峰带着小涛又翻过了2道缓坡山梁子，兜里的猎物又多了6只飞龙，再加2只沙拌鸡。太阳不知不觉到了头顶的位置，两人肚子都传来了咕咕的叫声。火堆很快升起，岳峰从自己的挎包里取出了3个猪肉大包子，旁边还有2个2合面的大馒头。这是白面包子啊，还是纯猪肉大葱馅的？3毛钱一个，早上进城在国营大饭店买的。这么贵，你哪来的钱呀？哥，这也太奢侈了吧！进城去鬼市把飞龙鸟卖掉不就有钱了？一只1块1，沙拌鸡活的1只7毛，昨天一天我就带了18只，这么算起来，你觉得还贵吗？飞龙这么值钱呀！今天上午到现在，咱们已经逮了8只飞龙，3只沙拌鸡，外加1只黄鼠狼了。如果按照你说的价格算，这岂不是能卖30-40块钱？一上午的功夫就能挣30-40块钱，顶得上小涛他爸这个拖拉机手在生产队2年的收入还多了。可惜只有你会训这小鹰，如果能多训几架鹰出来，多找些会放鹰的人上山逮飞龙就好了。你当我带你上山，右手把手教你放鹰是为什么？怎么样，跟哥干吧，咱们兄弟联手，一起挣这个钱。真的，哥，你真愿意教我放鹰？当然是真的，你回家商量商量李叔。对了，再去问问孝文、孝武兄弟，你跟他们是老铁，这点我没说错吧？他家日子过得确实挺苦的，不过孝文跟孝武2人都讲义气，我今天回去就去跟他说，他俩听到这消息肯定会答应的。好。太阳西斜，哥俩一人背着1个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回了村儿。第2天早上，岳峰哥俩来到鬼市，摆好摊，没过10分钟，牛福生就过来了。今天这么少，只有4只。最近几天，矿上大领导对牛福生做的飞龙跟沙拌鸡那是赞不绝口，不管是自己内部吃喝还是对外招待，这都成了必点的招牌了。包里呢？不是跟您约好了吗？就没往外拿。今天不少，总共19只飞龙，加上8只沙拌鸡，比前2天要多一些。可以呀，昨天刚跟你说了多多益善，今天就加量了。提升野味产量的事儿，我已经开始张罗了，差不多5到7天之内，数量就会提上来。但是明天我要上山逮鹰，就不来卖野味了。行，我知道了。过渡阶段，我能理解。看看今天的货吧。清点完毕之后，把化肥袋子扎好口，27只飞龙跟沙拌鸡，总共26块钱。对了，牛大哥，您家是不是就在附近住啊？
如果以后需要送货的话，旁边这是我兄弟李明涛，我如果来不了，有可能会让他替我。牛大哥您好，我叫李明涛，您喊我小涛就行。小涛是吧？行，我记住了，回头直接送到煤矿20堂去就行。这边鬼市毕竟有风险，万一赶上点子背啥的。这边刚说完鬼市有风险，就听到靠近街口的另一头传来了一声红袖菇来了，一瞬间街上卖家仓皇逃窜，搞不好是要抓典型，快跑！说完这话，牛福生背上口袋，扭头就跑。岳峰哥俩也甩开大长腿夺路狂奔。兄弟俩卖完了东西，又狠狠搓了一顿国营大饭店的肉包子。哥俩吃完了包子，天色也大亮了。岳峰从兜里取出今天卖野味的钱，直接递给小涛12.5块。这是你的那份，黄叶子作价25，总共50块。你赶账上山，占一股，分1/4。这太多了，我不能拿。这才拿到呢，将来等攒够了钱，我还要搞枪买狗呢，到时候带着你一起上山打大围，挣大钱。谢谢哥，那我就拿着了。接着岳峰带着小涛来到了镇供销社。这个年代的供销社销售员可是牛气得很，见兄弟俩进来也不说话，根本就没搭理两人。你好同志，有小口径步枪吗？没有，只有工字牌气枪81把。那咱们供销社收山货吗？熊胆、鹿角骨、灰狗子皮、黄叶子皮筒子这些。收，熊胆要看品质，一单一价，鹿角骨看品相，3到5块一斤不等，灰狗子皮4到6块钱一张，黄叶子皮筒18到25一张。好，谢谢了，麻烦你帮我也称3斤卤果，再称2斤糖球。很快，卤果跟糖称好，岳峰跟小涛哥俩一起离开了供销社。峰哥，这么多东西都可以卖钱呀？这里收购价格太低，如果是到铁城的大供销社，价格至少还要往上浮动3成。没枪一切等于零，走吧，一步一步来。大哥，你想买枪？想要进深山，顺手的枪跟狗最起码也要有一样，好狗难求。新56班也要1000多块，我暂时没那么多钱。我知道谁有一杆16号挂管要卖，隔壁坊安村的老陈炮腿脚不行了，上不了山，打算要卖枪。挂管是一种7.62毫米猎枪的俗称。岳峰一听顿时来了精神，而且岳峰记得上辈子那老陈炮不但有枪，还有几条好猎狗，自己肯定是要买枪养狗，把队伍拉起来的。那退休的陈炮手里的狗跟枪，不就是最好的选择吗？你知道陈炮的挂管打算卖多少钱吗？据说是300多，因为我爸要买来着。行吧，再挣几天，等咱们赚够了钱，等机会合适里，咱就把那把挂管枪给买过来。哥俩一路赶回了家，回村隔着老远呢。岳峰就看到2个有些熟悉的身影，正是张孝文跟张孝武兄弟俩。小涛、峰哥，你们进城回来了。不用说，岳峰就知道啥意思。这是昨天小涛去找他们说了一起放鹰挣钱的事儿，哥俩提前过来等着了。等一会儿了吧，别在这待着了，去我家，咱们简单开个碰头会。小屋里4个年轻人，岳峰没有急着说正事儿，而是把刚拆开的点心放到哥俩面前。峰哥，我听小涛说，跟着你上山放鹰打小围，能挣着钱。大概啥情况，小涛应该也跟你们说过了。我想组织点知根知底的人，我负责提供鹰跟猎物的销路，你们负责上山放鹰，各自逮的猎物，在我卖出去之后，咱们5-5分成。一只飞龙1块，这么说，逮一只飞龙就能分5毛5？不行，这不合规矩。你带着我们挣钱，又出鹰，又教技术，又负责销售渠道，怎么也该拿大头。那这样吧，总共3股，我算2股，你们每个人分各自猎物产值的33%。3人对岳峰的新方案点头同意。随后吃完午饭，岳峰就带3人出村，直奔上次逮鹰的河边小树林。当天上午，小河边，在岳峰的指导，其他3人的配合下，骑龙网战绩还不错，不过没逮到岳峰的目标鹰种，只逮到了一只小松子鹰，属于是鹰里最小的品种，训好了最多也只能逮点麻雀啥的。哥，这小蚂蚱鹰拴它干嘛？也能出围呀？闲着也是闲着，稀罕稀罕。你别看它个头小，也能逮麻雀的，这是个刚出窝不久的窝雏子，别一会儿估计不费劲就能放上。小松子鹰不怕人，站在岳峰手上，看着4个人类。嘿嘿嘿，可以啊，这小家伙下网就敢站手，行，正好这2天有点空，我摆弄摆弄他。当天下午吃过午饭后，4人再次来到河边检查网，逮到了一只年轻的紫鹞子，倍儿精神，鹰猎大队，算是逮到了第2只正儿八经干活的鹰。哥，这紫鹞子太牛了，哥，我可太喜欢了。孝文、孝武兄弟俩看着紫鹞子也是爱不释手，不过没有好意思张开要这只鹰。谁知紧接着好消息接踵而至，不远处的最后一只骑龙网也有了收获。4人赶到，发现是一只土黄色的麻鹞子落了网。相比于紫鹞子，这只麻鹞子就谈不上什么品相特点了。哥，这只麻鹞子我看就一般，不如紫鹞子，一看就差得挺远。孝文、孝武，你俩说呢？先别根据品相下定论。小涛的话，岳峰却是不以为然。他仔细的观察，果然原本以为普普通通的货色，结果很快就迎来了反转。不错不错，
原本还以为是个普通鹰，没想到这也不是个善茬。峰哥，咋了？从哪看这鹰不是个善茬？你们看这鹰翅膀上的纹路，这是亚成的胎毛意外掉落，后面又新长的成鸟羽毛。你们想啊，鹰在啥时候才会意外掉毛？难道是捕猎受伤的？对，就是在捕猎中跟猎物搏斗受了轻伤。你们再看这只鹰的爪子，现在这只麻药子的左爪边爪上指甲就没了，说明之前干过大活儿，凶猛程度可想而知了。随后第二天，兄弟4人继续上山，又逮了2只鹞子雀鹰。至此，岳家鹰猎队的5架主力猎鹰全部归位，连李叔在内的5个人人手1架鹰。5天之后，新逮的这4只鹞子状态都被岳峰父子给调整到位了。4架新鹰分给了经过岳峰上山实战培训毕业的小涛、孝文等人。于是，猎鹰大队5名成员正式开始了放鹰挣钱之路。小涛父子加上张家兄弟2人一组，开始尝试着在周边的山岗子上放鹰逮鸟。岳峰依旧扁着大青要单蹦，只不过他将出围的场子选择在了更往深山方向的山梁子，将那些已经踩熟的场子让给了团队其他4人。又是进山放鹰的一天，下午4点多，岳峰扁着鹰，背着鼓鼓囊囊的挎包，从下山的羊肠小道回到了村子里。等岳峰回来的时候，小涛爷俩已经早回来了。此刻干了一天活的2架鹰已经顶着大素囊拴在了院子里。岳磊在屋里陪着小涛爷俩说话：“李叔，小涛，你们今天收获咋样？”“还行，那架子鹞子逮得挺巧，我们爷俩今天第1天正式出围，逮了12只飞龙，还有仨沙半鸡。”“不错，也不知道张家兄弟今天的收获咋样？这个点了，也该回来了。”直至天黑，孝文跟孝武哥俩才扁着鹰背着进山的挎包回来。“咋回来这么晚了？上山遇到意外了吗？”“喂，傍晚我跟孝武进了个新林子，那边鸟多，就晚回来了一会儿。”“咋样？今天你俩战绩如何？”岳峰听完2人的收获挺意外的，兄弟俩第一次上山就足足逮了25只猎物，虽然用时稍微长一点，但已经很优秀了，但和岳峰比还是差了很多。岳峰今天单人单鹰就逮了30多只猎物，算上张家兄弟的25只，李家爷俩15只，明天一早送猎物的数量达到了破历史性的69只。1只鹰扣半只沙半鸡的口粮消耗，剩下的都给大家算钱，明天傍晚的时候现场结账。行，我们大伙都听你安排就行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我爸妈商量过了，从明天开始，只要白天上山放鹰，早上就来我家集合，吃了早饭再上山，整天大鱼大肉暂时管不起，但是吃口热乎饭肯定没问题。”“那哪行啊，天长日久呢，这粮食多金贵啊，本身带着我们赚钱就挺感激了，还管饭。”“今天你跟孝武2人逮的鸟，我分2股，卖掉能赚多少钱？大家正经干，吃口饭才能吃多少粮食，还能给家吃穷了，早上在家里吃饭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岳峰两世为人，深知教下几个铁哥们的重要性，有了稳定挣钱的门路，平常吃点喝点花的都是小钱儿，简单开了个碰头总结会，众人就各回个家找个妈了。第2天一早，岳峰准时来到了鬼市大街。“嘿，大哥，今儿鬼市人咋这么少啊？”“别提了，前天跟昨天早上红袖谷都来逮人了，这是准备彻底取缔鬼市啊！小兄弟要粮票不？我低价。”“粮票我还有些，我想问问，能搞到自行车票吗？”“那玩意儿可紧俏，你真要60块钱，半月之内我帮你搞来。”“有点贵，50能干不？”“行，王虎，街面上认识的都喊我虎子，交个朋友50就50吧。”哥俩正小声嘀咕着呢，另一头牛福生背着手溜溜达达走了过来。“牛大哥，今天带货来了吗？我看看。”“哇，这么多！”“新训的鹰陆续上山干活儿了，昨天是第1天上工，逮的就多了些。”“跟我走，这段时间鬼市严打，你明天开始直接送到煤矿食堂后门这边采购部来。”岳峰跟着牛福生很快来到了2食堂的采购部。“这是我们食堂给你开具的定向采购介绍信，如果有人盘查，这个东西就好使。”“亲，我记住了，这些野味放在呢，还得劳烦您给清点一下。”飞龙鸟49只，沙半鸡12只，总共62.3元，抹零之后还剩60块钱。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几天功夫，买自行车的钱应该就能攒够了。至于猎枪跟狗帮，暂时要排在后面。从红旗煤矿2食堂出来，岳峰又在供销社采购了50斤白面、50斤玉米面、10斤豆油、10斤五花肉，足足100多斤硬核物资，加到一起也只花了30块出头而已。这100斤粮食加上油跟肉，足够应对吃一阵子了。岳峰卖完货从镇上采购回来，将所有物资都交给了老妈管理。简单喝了一碗大茶粥之后，岳峰又上了山。岳峰今天打算往深山的方向多走几道山梁，去记忆中一片红松林里溜达溜达。生场子虽然地形会复杂点，但风险伴随着机遇。岳峰刚进红松林子，隔着老远就听到了松鼠在树上打闹嬉戏发出的滋滋声。不过找了半天，发现狡猾的松鼠都躲在树洞子里，没办法捉。岳峰走到有松鼠洞的大树下，敲了敲树干，树上的松鼠躲进洞里，传来警惕的叫声。呵呵，我有办法让你们出来。岳峰四处寻找，
在一棵枫岛树旁边发现了松明子，这玩意儿因为油性大，非常容易点燃。岳峰捡了几块，用火柴点燃，吹灭了明火之后，塞到了树洞当中。很快洞口就开始冒烟了。岳峰扁着大青鹞子进入战斗准备状态，一人一鹰，注意力都放在洞口的位置。突然，就见一只大号灰狗子嗖的一下从洞口钻了出来，大青鹞像一支箭射了出去，双爪抱住松鼠脑袋，瞬间拿下一只全虚全蚁的灰狗子到手。哈哈，火攻松鼠洞还真顶用，老办法就是管用，我得抓紧时间再找洞子。就在岳峰这边在松树林里晃悠的时候，另一道野鸡岭上，张家兄弟手下的黄麻鹞子正和一只3斤多的公野鸡搏斗，野鸡太大，鹰一时间没按住，和野鸡一起飞离了兄弟俩的视线。起来的是个大公野鸡，你干嘛放鹰了？我没反应过来，脚底下起来个鸟儿，我脑袋一热就扁放出去了，鹰都追出去了，我才反应过来是个野鸡，咋办啊，哥？咋办？抓紧追呗，万一丢了鹰，回去怎么交代？就算峰哥不怪咱们，指望剩下这家鹰也逮不到几只鸟儿。两兄弟往山坡上追，这边孝文孝武兄弟还没爬上坡呢，隔着老远就看到那只大公鸡第2次起飞，很快消失在了两人面前。这大公鸡驮着咱的鹰可真能飞，一会儿逮到了，非弄死这只野鸡不可。又连续翻2道山梁子，孝文孝武哥俩此刻已经彻底脱力了。在看到地上的鹰跟野鸡之后，孝文走到野鸡跟前，眼疾手快，一把就抄住了鸡的爪子，从灌木里掏了出来。下午4点多，岳峰第一个扁着鹰回到了家里。又过了半个小时，李家父子也回来了。今天李叔跟小涛的收获比昨天多了一大截。峰哥，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爷俩可算放美了，沙拌鸡逮了16只，飞龙也有13只，去老破林那边了。你咋知道？嘿嘿，就是那边。我跟你说，那边沙拌鸡是真的多。如果今天用的是你手里的大青鹞，说不定真能逮一麻袋回来。对，只要手里的鹰够硬，整片大山都是咱们的场子。咦，峰哥，你逮了这么多灰狗子，发财了呀，峰哥。在供销社问皮毛收购价格的时候，小涛可是在现场的，笼子里塞了一堆的灰狗子，目测至少6、7只以上，如果卖掉，该是多大一笔钱。就在哥俩在院子里聊天闲扯的时候，孝文孝武哥俩也驾着鹰回来了。哟，你们今天逮了个大野鸡？别提了，差点把鹰丢了。这大公野鸡挺稀罕人的，我们哥俩没舍得宰，就活着带回来了。往后再有这种情况，你们就不要想着带一只活野鸡下山了。这玩意儿虽然也值点钱，但是让您增加狩猎的技巧跟经验更重要。当天晚上，伙食奢华的鹰队又吃起了饺子。第二天一早，岳峰照例早起进城卖货。哟，今天东西不少啊，直接拖着爬犁来的。是啊，鹰放顺了，除了飞龙跟沙拌鸡之外，还多了灰狗子跟一只野生大公鸡，都是活的。都是活的，活的现杀现放血才好吃啊。今天总数沙拌鸡25只，飞龙鸟33只，灰狗子活体8只，3斤多的野生大公鸡1只。牛福生一丝不苟地检查，所有野味儿全都是鲜活的个体，卖相上一点都挑不出毛病。东西品质都不错，还是老价格，总共给你73块钱。给70呗，这3块钱零头就抹了。往常的抹零我不跟你客气，但是今天这零头就不抹了。实话跟你说，你这送来的野鸡跟灰狗子可帮了我大忙了啊！咋回事？2食堂跟1食堂的业务之争呗，具体就不提了，你知道哥承你人情就行。对了，跟我来，我还帮你搞了些劳保用品，矿上也不缺这玩意儿，你带回去用。很快，牛福生带着岳峰来到了自己办公室，从桌子底下拖出了一个小号纸壳箱子，打开一看，岳峰脑袋有些懵逼，整整1箱子的劳保用品，几打手套，1叠毛巾，数量最多的是青色的纯棉袜子。这么多，不会给您添麻烦吧？把心放肚子里，有领导批复，正规手续从仓库领出来的。昨天的招待给大领导吃美了，那我可谢谢大哥了。焦哥清楚了今天的野味儿，岳峰拖着爬犁，拉着1整箱的劳保物资从侧门离开了煤矿20堂，赶路回家。妈，从矿上搞了点劳保回来。怎么这么多手套、袜子、毛巾啥的？偷人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干。这话说的，您想哪去了？这是食堂大师帮忙从仓库里正规领出来的，里面还有清淡呢。你打算就用这新袜子去装鸟啊？那不纯粹是糟蹋吗？这年头工业品供给不足，袜子、毛巾、手套这种初级产品，普通农户家里也是好东西。1双袜子补了又补都舍不得丢。不用新袜子装鸟，那用啥？上回偷懒用铁丝，人家牛师傅都提意见了。这你不用管了，我拆几件破衣服去书记家给你做捆银褂子去，他家有缝纫机，这些袜子除了穿不许糟蹋。吃饱喝足，岳峰也贬上自己的鹰上了山。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母亲去书记家做捆鹰褂这件事，把岳峰带人进山打鹰围在村里传开了。下午4点多，岳峰拖着疲惫的身体驾鹰回家，刚走到胡同口呢，就被一帮村里的光腚娃娃给围了上来。岳峰大哥，这就是你训的鹰吗？
岳峰老叔，你今天逮没逮这东西啊？能不能给我们看看？这帮娃娃一路跟着岳峰，就堵在岳峰家的门外面，透过门缝可怜巴巴地观望着。又过了不到半小时，小涛跟李文彤也各自带着鹰回来了。小涛原本还想显摆显摆，但是李书彤给了他一个别嘚瑟的眼神，小涛立马乖乖地进了岳峰家的院子，关了门。这个年代可以当做谈资的事情少，岳家拴了好几架鹰进山逮鸡儿的事儿，很快就通过孩子的嘴传递到了左邻右舍当中。有少数的人意识到了其中的利益，朱二孩就是其中之一。朱二孩这人岁数不大，与岳峰他们年龄相仿，却是村里有名的偷鸡摸狗万人嫌。这天下午4点多，岳峰驾着顶了满速的大青要从村头回来了，朱二孩隔着老远就迎了上去。岳峰兄弟，上山回来了啊？上山溜达溜达，有事啊？还真有点事儿，晚上方便不去我家请你吃饭，咱们哥们儿一起喝点。不好意思，我不喝酒，咱们平常也不熟啊，无功不受禄，你家这饭可不是那么好吃。我听说你训了好多鹰，能给我1只不？我给钱，你卖我1只也行。鹰都是有数的，你想要去找李明涛吧？小涛如果愿意卖你，你跟他商量。岳峰直接来了一招祸水东引，不想跟朱二孩纠缠，朱二孩可不敢跟小涛嘚瑟。小涛虎劲儿上来了，那是真不惯着他，但朱二孩并没有放弃，他继续等着李明涛从山上回来。今天小涛爷俩又整了一个满载而归，爷俩一人挎一个用化肥袋子做的包，都塞得满满当当的。这边正有说有笑往家赶呢，阴魂不散的朱二孩又凑了上来。李叔、小涛，你们进山出围去了。小涛也是你叫的，滚一边拉子去！敢嘚瑟，我还揍你！小涛咋跟人说话呢？二孩啊，我们还有事儿，回头再聊。妈，给他好脸子干啥？朱二孩就是个损种玩意儿，就他那个无利不起早的德行，跟咱打招呼指定没憋着好屁。心里知道就行，嘴上不用得罪他。你也这么大了，过不了几年就要说媳妇儿，在村里要留个好名声。另一边，连续碰了2个钉子，朱二孩这家伙依然不死心，还真让他从朋友王小年那打听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搞到鹰的渠道。在方安村有个人叫王麻子，也会逮鹰。得到消息的朱二孩第2天一早就让朋友王小年领着他去了方安村。说来也是巧，今天早上王麻子去巡山鸟网，隔着老远就发现网里被扣了个大花豹子。花豹子是一种猛禽的民间称呼，学名叫普通狂，也是猛禽的一种。虽然体型大，但从品种习性上来说，它并不是适合当猎鹰的品种，主要食物来源是老鼠，也吃蛤蟆、蛇、昆虫、小鸟等小东西。你们想要找的鹰是不是这个？找的就是他，这个大老鹰我要了。人家熊宝本的收鹰，这么大的老鹰一只给8块钱，我看咱们是邻村，都是村里村亲的，给你算6块。王麻子也是个坑死人不偿命的主，眼见朱二孩确实猪油蒙了心，满脸写着想要，直接狮子大开口要了个天价。这年头，这种大花豹卖给宣标本的只值1块钱，朱二孩一咬牙一狠心，花5块钱买了一只废物狂。老子也有大老鹰了，用不了几天，等鹰训好了就能上山逮野鸡逮兔子，到时候村里那些人都要高看我一眼。那将来你的鹰训出来了，可不能忘了我，消息还是我告诉你的呢。放心，到时候训好了，咱们哥俩一起上山逮兔子野鸡，猎物也有你一份。二孩哥仗义。哥俩一边往家赶，一边描绘着将来的宏伟蓝图。鹰是搞回来了，但是怎么训又成了摆在面前的难题。嘿，俩人学着岳峰的样子照猫画虎，一同瞎忙活。朱二孩还真如愿将这大老鹰成功架到了手上。小奶，这鹰也架上手了，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这大老鹰想要驯服，要熬鹰。行，那从今天开始，晚上我就跟他熬起来，不行再拉上我爸跟我个导班，肯定给他熬服了。二孩哥肯定能把他熬认输。这巴巴鹰是个3年的成年鹰，一对肉乎乎、脏兮兮的肉爪子缝隙里有许多黑漆漆的污泥，让原本就不太好的卖相看起来更加差劲了。但是对猛禽完全一无所知的朱二孩跟王小年，还以为猛禽的爪子就是这样呢，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岳峰，你有啥牛的？等我把我的大鹰训出来，上了山让我碰到，我把你的小鹰崽子都给掐死。没错，他们那些小干巴鹰和咱的比差远了。另一面，岳峰跟鹰猎小队的几人每天天刚亮就一起上山，下午4点半准时在家里集合，由岳峰负责汇总去给煤矿20堂送货。经过这段时间的积累，岳峰手中的现金成功突破了200元大关，达到了惊人的241块5毛3。是时候一早再去来一趟鬼市了，这么长时间，虎哥应该也给搞到自行车票了。一辆加重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供销处卖按票购买，绝对算个大件了。新安村6个生产队，几百户村民，只有村书记王建国家有一辆自行车，
这车还是镇上给配发的。并不是我喜欢出风头，而是这自行车必须要买，这可是直接影响到每天通勤效率的重要交通工具，重要性还要排在买枪跟养狗之上。因为有了20堂固定买家的关系，岳峰已经好几天没来鬼市了。今天赶到鬼市的时候，他明显发现鬼市比前几天热闹了不少。嘿，同志，要粮票吗？地方票跟全国票我这里都有，全市场我这里价格最低。虎哥，是我。哟，是你啊！自行车票我给你弄着了，这玩意儿太贵重，不敢带身上。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回家给你取。大概过了5分钟的时间，王虎抿着环儿从胡同走了出来。你要的自行车票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虎哥牛啊，50块，你点点。嘿嘿，那是这么跟你说吧，就在丰城这1亩3分地儿上，只要有钱，就没有我王虎搞不来的票据。往后有啥需求，我给你最低价。岳峰拿到了自行车票，随后溜溜达达就去了供销社。同志你好，我想问问，咱们这边的加重永久牌自行车有现货吗？自行车有货，180块，凭票购买。在哪呢？我能先看看吗？随即销售员带着岳峰就来到了供销社后间仓库，隔着老远，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就吸引了岳峰的注意力。就要它了，帮我开票。真卖啊？好，当然是真买。岳峰来到柜台前，将自行车票跟厚厚一沓大团结交到了售货员手里。售货员手脚麻利的很快开完票，此刻岳峰拥有了他的第1台自行车。人逢喜事精神爽，岳峰骑着自行车刚到村头小卖部，瞬间吸引来一大群女人的目光。岳家二小子买自行车了，花多少钱啊？呵呵，不多，100来块。岳家二小子出息了啊，也不知道从哪挣的钱，都买回新自行车来了。我听我家小宝说，岳磊家院里架子上拴了一架子的鹰。这段时间张家孝文、孝武兄弟还有李家爷俩一直跟他上山放鹰逮野味儿呢。就逮点野味而已，能值这么多钱？这辆自行车少说不得100多块。听到100多块这个数字，几个妇女互相对视了一眼，顿时陷入安静。另一边，岳峰也回到了家。啊，妈，这是我刚买回来的自行车。买车这么大的事儿，儿子你不咋跟家里商量商量？嗨嗨，钱够了，每天进城也要用，总不能天天去老叔家借。正好有机会，我就买了呗。啊，怎么样？我扶着您，院里骑2圈儿。我这腿还不利索呢，可不敢嘚瑟。买了也是好事，往后每天进城送货用，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现在自行车只是开胃小菜，等我攒够了钱，还要买枪买狗呢。买枪还买炮呢？挣了钱可不许瞎折腾了，交给妈，妈给你攒着，将来还要盖房子娶媳妇儿呢。岳峰买了自行车的事儿，不到1上午的时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下午4点多，出去放鹰的李家父子跟孝文、孝武他们都回来了。峰哥，你这自行车我能上去蹬2圈不？想骑就骑呗，咱自己家的东西，咱自己说了算。孝文、孝武，你们哥俩也一起学学，这买车子的钱也有大家的功劳。行，我跟我哥待会儿也上去学学怎么骑。岳峰发了话，接下来院子里就热闹了起来。哥仨开始学自行车，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就都学会了。好歹也是咱们音乐小队添了大件。老妈，要不晚上弄点英菜，大家一起庆祝庆祝。明天就是中秋节，咱好好操办操办，大家聚一起热闹热闹吧。那就明天一早我就去镇里大集上看看。第2天一早，孟玉兰到了集上采购了不少东西，平日里不舍得买的东西，今天全都准备了不少。回去的路上还从隔壁村王麻子的手中买到了一只大肥鹅，开开心心回到了家。可回家后不久，同村的马婆子和朱老头就找上了门。哟，朱大爷、大娘、稀客啊，快屋里请。刚才我看到你拎着俺家的大鹅进了村，咋回事？你家的大鹅？大娘您认错了吧？这大鹅是我一早去王家庄子集上花4块5买回来，晚上家里摆酒用的。俺家总共6只鹅，前几天丢了一只下蛋最多的母鹅，当时还在大队村部大喇叭上吆喝了。你丢了鹅跟我有啥关系？我说了，这只鹅是我从大集上花4块5买的。我不管，你拎回来的鹅就是我们家丢的。当家的马婆子来咱家找事儿啊！马婆子说完就要强行进仓房找鹅。等岳磊从屋里推开门出来的时候，马婆子跟孟玉兰已经撕巴上了。马婆子动手抢大鹅，孟玉兰立马抱住了大鹅，两人僵持住了，谁也不撒手。都给我住手！这是我家的大鹅，我认的，它右眼边上的毛有个旋儿。不许凶我妈！朱老爷子眼看自家婆娘抢不过大鹅来，也凑上去搭手，抓鹅腿的时候没留心，攥到了静静的小手上。静静小手吃痛，低头就咬了马婆子的手一口。
马婆子狠狠地把静静倒在地。你们这是欺负人欺负惯了，欺负到我家来了。哎呀，来人啊！岳家不讲理呀，偷我家的鹅还打人啊！老头子，你没事儿吧？你如果有个3长2短，我这老婆子还怎么活啊？随着马婆子这一嚎，街坊四邻都被惊动了。前邻的李文同媳妇常美娟也听到了后院干仗的动静，立刻上山通知了岳峰。等岳峰回到家，院门口已经围满了人，彻底乱了套。妈，小峰，妈没事儿。还不等岳峰问明白情况，朱家3兄弟外加朱大孩、朱二孩5个壮劳力，拎着棍子、扁担等武器，就气势汹汹地来了岳峰家。小涛，抄家伙！妈，你带着静静进屋。敢来我哥家找事儿，谁给你们的勇气？小涛也不废话，一声抄家伙，抄起木棍子朝着朱家3兄弟冲了上去，一顿暴打。接下来是李文同、岳峰、张孝文、张孝武也都跟着直接动手。朱家来的5口人转瞬间就被按在地上暴打。这时候村书记王建国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都给我住手！咋回事？好好的日子不过了，想进巴黎子蹲几天？岳家偷了我家的鹅，他们还动手打人。你放屁！这大鹅是我在集上花钱买的。小涛吗？还有美凤都能证明。小凤吗？你说你这大鹅是买的，卖你大鹅的人是哪个村的？你认识吗？是房安村的王麻子。谁知道王麻子家？骑我的自行车去，把人喊来。王麻子应该还在集上面，我去。差不多20分钟左右，李文同骑着自行车载着王麻子来了。老王，岳峰妈买的这只大鹅，说是早上从你这里买的。是啊，卖给他4块5毛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2钱。我们村的马婆子说这只大鹅是前天他家丢的那只，这事儿你咋解释？这大鹅你从哪来的？这大鹅是我跟朱二海用大老鹰换的，还是你们村王小年领着他去的我们家。朱二海，你不是说大鹅是你自己家的吗？二海，王麻子说的这事儿是真的吗？王麻子虽然奸猾，但也是有底线的。自己用逮的大老鹰换来的大白鹅变成了赃物，他怒视着朱二海，吓得朱二海浑身直哆嗦。光是这个心虚的反应，王建设也知道咋回事了。是真的，我从我爷爷家拿了一只大鹅去换的王麻子的大老鹰，忘了跟我爷爷说了。朱二还知道这种事儿不承认也没用，硬着头皮承认了。下一秒，围观的人群里顿时一片嘈杂，合着自己孙子偷大鹅换老鹰，然后丢了大鹅的马婆子赖人家岳家人偷他家的鹅，这也太不要脸了。大鹅的事情水落石出，朱二还一招坚守自盗，引得看热闹的同村人一阵无语。现在水落石出了，老猪头儿，我问你，这大鹅是我们岳家偷的，你家的吗？问你话呢？咋地？当着这么多乡亲的面，敢做不敢认吗？我再问你一遍，这大鹅是我家偷的，你家的吗？不是，是我跟老婆子搞错了。好，那我问你，你趁着我跟我哥不在家，我爸给大队干活伤了腿，来我家欺负我妈，打我妹妹，还把你3个儿子2个孙子都喊来了，这账怎么算？机会给你了，你不给我说法是吧？那我当着这么多老少爷们的面，自己讨公道。岳峰一个箭步上前，一巴掌就呼到了老猪头的脸上。朱家3儿子看到老爹当众被抽耳光，顿时憋不住了，抄起棍子就要继续动手。谁有种，想试试？往前一步走。小涛，你干嘛呢？把刀放下。嘿，大爷，我不敢挣扎，我就是装个叉。今天这事儿打也打了，闹也闹了，就这么到此为止。你们2家人有没有意见？书记，我坚决服从村部的领导。朱老爷子摇了摇头，没敢吱声。朱家一方人都走了，看热闹的很快也就散了席。峰哥，咱们今天跟朱家干了仗，他们肯定不能善罢甘休，还是要防着点。朱家那帮人不是啥好饼。哼，他敢，还翻了他们天了。他再敢呲牙，咱们还揍他。岳峰当然知道朱家兄弟是个什么成色，这帮人仗着家里男丁多，在村里作威作福惯了，平常小的摩擦啥的很少吃亏。不过朱家就是一头纸老虎，实际上内部也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团结。就在岳峰他们好吃好喝炕上待着吹牛的时候，另一头朱建设家氛围却非常差。此刻朱老头子跟马婆子2人在朱建设家正屋坐着，屋里几口人脸色都非常难看。爸，二海可是你孙子，用家里的大鹅换了大老鹰，也是为了将来上山逮兔子野鸡，只不过忘了跟你说而已，都是一家人。您老说孩子偷你的鹅，这话有点过分了吧？老大家媳妇儿，我问你，你跟建设都多久没给我跟你们粮食了？当初分家的时候，咱们是咋说的？这不是家里日子难过吗？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家里3个娃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口粮每年都不够吃。知道你们家日子难，我跟你妈没来讨过口粮吧？那二还去我家偷偷抱了下蛋的鹅去换什么老鹰，是不是该征得我跟你妈的同意？二还忘了跟您说了，不是有新的。行，我自己的孙子，那这鹅就当你们家买的，没毛病吧？我也不多要，今天鸡上行情4块5，你把钱给我，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姐。爸，家里没钱。家里没钱，没钱也行，这大老鹰是拿了换的，对吧？我把鹰拿走，能卖多少算多少。这鹰我跟二孩换班都熬好几宿了，现在拿走不就半途而废了吗？这样行不？这钱算借的，等你孙子放鹰挣了钱，到时候还你。行，二孩给我写欠条，一冬天放鹰怎么也该挣回这个钱来了。今年年底我拿着条子来收账。朱二孩此刻不敢犟嘴，乖乖的给爷爷写了欠条，这才将来家里兴师问罪的老两口给打发走。随后朱建设家就传来了朱二孩哭爹喊娘的惨叫声。当天下午还不到5点，岳家的席面就准备差不多了。岳峰拉着老爸来到门口，要不然我去把我老叔喊过来啊。行，你去吧。半小时后，家里的女人们正忙着准备饭菜，鸡鸭鱼肉很是丰盛。王建国推开门进了屋，哟，都忙着呢，挺热闹啊。他老叔来了，东屋上炕。岳磊啊，明宇他爸来了。老叔，这屋儿快上炕，给你留着位置呢。建国，快上炕，就等你了。我腿脚不利索，没能出门迎你，不许挑理啊。这话说的，我还跟你客气啊。今晚上这标准有点高啊，我可来着了。小峰啊，把我带的酒烫上，晚上咱们好好喝2盅。哎，好。儿子有了出息，岳磊也觉得自己有面子，扯着引子跟王建国还有李文同一顿喝。半夜2点多，岳磊从炕上起身，只觉得有些口渴。来，给我倒口水喝。小峰他们都没事吧？放心吧，儿子没喝多，挨个都给送回家了，还说呢，让你少喝点。一桌子人最后都让你灌桌子底下去了。他老叔平日里多大的酒量，今天弄是让你给灌多了。文同更别提了。我今天高兴，儿子出息了，咱们岳家在村里站起来了。行，高兴了喝点，我不反对，还要喝口水不？原本岳峰家刚买了自行车就是村里的头号新闻，现在连村中一霸朱家都给收拾了，岳家人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地位可就更高了。另一头，朱建设这几天也没闲着，轮班倒着熬鹰，连续5、6天，鹰几乎在人身上没合过眼，但此刻依然没有屈服的意思。这天岳峰傍晚骑着自行车来20堂送货，清点完数量，交接好了货款之后，被牛福生给拉到了一边休息室里。牛大哥，有事啊？小岳，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啥意思？你有话直说，咱们这交情用不着拐弯抹角的。10堂那边老妇不知道从哪里也搞了不少野味儿来，现在我们20堂的地位有点不稳固，你能不能帮我想想招儿，再搞点别的野味儿，多点花样？能的话就当帮哥哥一个忙，收购价格好商量。行，我研究。除了之前的沙半鸡跟飞龙，后续有需求的野鸡、野兔这些为主，对吧？对，主要是野鸡、野兔、狍子跟野猪肉，偶尔我能从鬼市上买到。野鸡、野兔最好是鲜活的，我要让他们知道啥才叫真正的手艺。行，我尽快想办法，一切顺利的话，大概10天到半月时间。好吧，我再忍几天，等你的好消息。岳峰这边打定了主意，回到家晚上跟小伙伴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岳峰就当众提了这个问题。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们的鹰猎小队任务有点小的变动，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咋了，峰哥？20堂那边要活的野鸡野兔，我答应了，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要上山逮一只大鹰了，啥时候逮到了啥时候回来，家里送货啥的这些事儿就得交给你们了。要上山逮大鹰去，我跟你一起去呗。送货的事儿让我爸去。不用，入秋逮鸡儿的好日子就这么短的时间，我自己就行。你们趁着现在鸟多，好歹多逮点，多挣点钱。我暂时脱产去逮鹰，家里收入也不能懈怠。家里有我跟你妈还有你李叔呢，放心就行。需要准备点啥，明天开始就帮你张罗。简单的团队会议之后，第2天一早，岳峰背上柚子，又带上鹰网等各种工具，直奔虎头山。来到了虎头山上，岳峰先将4处自落网依次布置好，等待收货。岳峰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中午，背上挎包，溜溜达达去查看另外4处自落网。前面3处自落网没有动静，最后1处自落网隔着老远，就发现有情况。网里的鸽子诱饵被吃了，确实没逮到，好狡猾的鹰。随后岳峰重新布网，当天下午直到晚上也没有收获。第2天一大早，岳峰再次上虎头山来到网的位置检查，跟昨天一模一样的凶案现场，地上大片的鸽子毛以及吃剩下的残骸。这是啥鬼东西，竟然认上我这里的柚子了，也太狡猾了吧！我就不信了，必须逮到它。岳峰继续蹲守，
终于在2天后的一个下午，岳峰看见一只苍鹰对着网上的鸽子从高空俯冲而下。岳峰找准机会，猛地拉动拉网的主绳，直接将俯冲而来的苍鹰给扣了个结实。哈哈，开张了，终于逮到你了！岳峰戴上手套控制住网里的鹰，随后慢慢的将它从网里摘了出来。好一架大红鹰，白眉、雕头、平顶，水白色的眼睛，翅膀短宽，绑头薄，大鳞扎实，质感极佳。这是鹰谱上的铁背红三短鹰呀，这种品相的鹰放到清朝去，那可是要上供给皇上的。好，太好了，今年逮兔子野鸡的大鹰有了。岳峰此刻心情十分激动，开开心心正要收工回家，隔着30多米远，岳峰突然看到一只纯黑色的怪鹰从自落网中间的位置冲天而起，眨眼的功夫消失在了西南方向。我靠，啥玩意儿！唐等岳峰赶到那片网附近，发现受伤的鸽子已经是必死无疑了。岳峰拿着手里大红鹰的爪子朝鸽子伤口的位置一比对，岳峰大惊，这是什么怪物才能造成这么大的伤口啊？这只2斤4两打底的铁背大红鹰，如此壮硕发达的爪子，竟然比那只黑色怪鹰还要小半个号。一瞬间的功夫，岳峰这个喜新厌旧的家伙就觉得自己这只上谱的极品铁背红鹰不香了。不行不行不行！如果能把这只大黑鹰给搞到手，再训出来，那特喵的岂不是要上天跟太阳肩并肩？明天继续上山，只要那只大黑鹰赶来，哥们哪怕拼着再祸害个10只8只的鸽子，也要将你搞到手。带着满心的憧憬，岳峰收好自落网下山了。回到家之后，跟父亲讲了山上碰到的黑色怪鹰，岳磊也啧啧称奇，支持儿子再上山几天。接下来的1周时间，岳峰依然每天准时上山，家里又多了3架鹰，但是岳峰心心念念的大黑鹰再也没见到踪影。啊，我回来了。今天咋样？那黑鹰有眉目吗？有见到影子，算了，可能是没缘分吧。网子跟柚子我都带回来了，明天不上山了。不去也好，这架铁背红逮兔子野鸡就够用。今天鹰多重了？早上打了水调上称，还有2斤2两冒头，这鹰真硬啊！除了每天抿点水，还是不开始，1星期了不开始，只掉了2两半的称。不开始是晚上下半夜没熬他的事儿。今天晚上咱们爷俩，你前半夜，我后半夜，熬他一个通宵，明天应该就差不多开始了。行，先熬他1宿。在岳峰上山的这几天时间里，每天上山的4人收获越来越稳定。接下来的几天，岳峰开始在家训鹰。经过几天的突击训练，红背大鹰训好了，岳峰把鹰交给了小涛检验成果。咋样？鹰表现如何？这大红鹰很聪明，一次就认本了，表现不错。哥，这只鹰你是想让鹰在真正实战的时候去抓兔子？对，肯定能成。之前不是计划着买枪，然后弄狗上山打大围吗？放上大鹰了，咱们的计划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你不会以为大冬天零下20-30度，鹰跟狗都可以跟现在似的，每天都能上山吧？现在我训大鹰，是人家金主客户有需要，咱们帮忙赚人情，没办法。好吧。对了，上次我跟你说了陈炮打算卖枪的事儿，我爸托人去问了，那个中间人替我爸磨了很久，陈炮还是没舍得卖，说是要明年才卖。好吧，回去吧，明天早上继续下地成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明天就差不多了。啊，回去待着去。就在岳峰跟小涛哥俩下地用兔皮本子滚大红鹰的时候，另一边的朱二孩家在训鹰的路上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朱建设跟朱二还爷俩一合计，决定驾着鹰下地找个猎物试试去。爹，你看前面有只大野鸡。给我去，按住它。巴巴鹰的平飞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慢慢悠悠地追了20来米，随后很突然的扭头调整方向，朝着山脚下的树林飞去。我靠，这大老鹰要跑！朱二孩眼看自己亲爹去追了，跟在后面也快速地追了上去。刚追出去没30米，就踩到了一根硬茬，直接给脚心扎出了血来。哎呦，扎脚了！朱建设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折腾了爷俩半个多月的大老鹰飞到了山杨树林子里，落在了一棵高大的山杨树上。朱建设立刻从兜里掏出老鼠肉来。朱建设扯着嗓子足足喊了10多分钟，树顶上的鹰依然无动于衷。操，老子天天绞尽脑汁逮老鼠喂你，你特喵的在家里装的那么听话，出来下地干活了，说飞了就飞了。你给我下来！狗东西，看我把它打下来！朱二还掏出弹弓，装了一颗泥丸，朝着巴巴鹰就射了过去。鹰感受到了危险，很快忽闪起翅膀，远远地飞走了。一切的努力都随着巴巴鹰的远走高飞化成了泡影，唯一留下的就是那张年底过来讨要的4.5元欠条。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岳峰就跟小涛哥俩早早地架上鹰出了家门。昨天去成鹰撵起兔子来的地方，今天继续过去趟一遍。两人刚来就发现一只兔子，岳峰精准放鹰。哥，逮着了！慢慢过来吧，走到在鹰前面一侧，不要走鹰屁股后面。等小涛走到跟前了，岳峰拿着小刀收拾兔子，开始给鹰喂肉。新城上的鹰，只要他干活儿的时候细头正，第一顿一定让他吃饱。那还给他下轴吗？
我兜子里还带着提前准备好的肉卷呢。粥是每天喂鹰必须要喂的，定时出粥才能保证鹰糖清。行了，今天任务完成，回吧，回去把兔子收拾一下，晚上咱们用兔子炖萝卜汁。嘿嘿，那感情好。兄弟两人驾着鹰，带着一只兔子回到了家。鹰城上了，这大红鹰逮的咋样？嗨，别提了，脚边踢皮球赶起来一个兔子，算起来还没10米呢，就被鹰按那里了。多大的兔子？岳峰没说话，给小涛一个眼神，小涛立刻从包里将兔子给取了出来。也不是太小啊，这兔子得3斤到3斤半。这鹰回头放顺了，应该也是个好手。今天成鹰顶了个大素，晚上再熬一宿，明天争取下地逮2只，后天差不多就能放顺了。正当岳峰、小涛还有岳磊3人在院子里聊天的时候，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推开了岳峰家的大门。岳峰皮笑肉不笑的打了招呼：“呵，都在家呢。我当谁呢？原来是周叔啊！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嘿嘿，好说好说。岳磊兄弟，最近腿上的伤养的咋样了？这段时间一直忙，也没得空。今天正好有空，过来看看你。”“空着爪子来看人呢，你们老周家还真懂那人情世故呢。”周建军今年42岁，是村里有名的能人。之前岳峰去林场上班的活就是岳磊花钱托他给找的。岳峰去干了没几天，就被那帮盲流子围殴打昏了过去。当时给岳峰找林场活的时候，周建军可是拿了岳家45块钱。建军啊，我这腿脚也不利索，就不招呼你进屋了。这回来找我有啥事儿？是来退给小峰安排工作的那45块钱的吗？岳磊大哥，小峰去林场的事儿，我确实脱不开干系。这钱我自己只留了10块，剩下的都给林场的把头请客送礼做人情用了。那个王二虎特别的不地道，收了我的礼，把我也坑了。这次过来就是来送剩下的钱的，事儿没办好，算我周建军欠你家一个人情。咱们都是屯里屯亲的，有情后补，早晚肯定给我大侄子找不回来。说话间，周建军从兜里掏出2张5块的纸币来，当众递到了岳磊的手里。行，好赖你也给了个说法，给小峰找工作这亏我们家也就认了。那什么，这是小峰刚训的大鹰吗？看起来还真威猛呢，比村里的五彩公鸡还漂亮。是啊，周叔，眼看入冬了，家里也没啥活儿，养着玩。那啥，其实这次我过来，除了来送钱之外，还有个小业务，想要帮忙牵个线。这玩意儿干好了，也不少挣钱呢。啥业务啊，周叔？我有个市里军管会的朋友，四处打听谁会驯鹰呢，想要找人帮忙买几架驯好的猎鹰，所以就过来问问咱家的鹰卖不卖。周建嘴上说是市里的朋友托他帮忙，实际上9成9是眼红岳峰现在带着人放鹰挣钱这项业务。毕竟岳峰刚在村里买了新自行车的事儿还没过去多久。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想买鹰啊，这倒不是啥大问题，咱家现在不缺鹰的。真能卖？能啊，我家里有逮雀的松子，逮沙半鸡跟飞龙的鹞子，还有逮野鸡野兔的大鹰，只要钱到位，都好商量。那都多少钱啊？全活放熟的成鹰，松子150，鹞子400，大鹰的话就不太建议买了，这个太贵。太贵是多贵？我手里这只大鹰，想要的话一口价3000块。多少？鹞子400，大鹰3000，你这鹰是金子做的。周建军来买鹰，哪怕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报价之后，还是被吓了一跳。这年头盖一座4间的新房子也花不了1000块钱，一架猎鹰敢要3000块，简直抢劫！账不是这么算的，现在山上野鸡兔子啥的那么厚，驾着鹰出去一天得挣个50-60，也就撑死2月的时间，这本钱可就全都回来了。周叔您是聪明人，话说到这份上，您还觉得我要的价贵吗？周建军心底快速的盘算了一下，还真别说，岳峰算的这个账并没有多大的水分，啥事儿就怕过度脑补。这一番脑补下来，周建军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行吧，那我把你这边情况跟我那个朋友说一下，看看他什么态度，如果有想法的话，到时候我再过来。行。目送周建军火急火燎地离开了岳家，等周建军走远了，小涛跟岳磊憋了好久的疑问一股脑问了出来。哥，你真要把鹰卖给周建军啊？小峰，这个周建军没憋着好屁，你可别上了他的当。我知道这个周建军没憋着好屁，这是眼红咱们放鹰赚了钱，来打探消息呢。那你还愿意把鹰卖给他？他周建军坑了咱们家，我还没去找他算账呢，现在他主动凑上来了，我肯定不能饶了他。卖给他鹰也不算坑了他，虽然价格高点，但这不是把下金蛋的鸡给卖了吗？他把鹰买走了，咱们自己人用啥？咱们家5架鹞子，每天都闲着1架呢。小涛如果不上山，就是闲着2架，到时候既淘汰了4鹰，还能很赚一笔钱。可是鹰卖了，姓周的人也会上山跟咱们竞争，到时候咱们卖野味的销路咋办？万一受影响被压价，甚至被挤走呢？放心，就算咱们放顺的鹰交到一个新手的手里，他也养不了几天就得丢。听完岳峰的解释，这下岳磊跟小涛2人都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岳峰这算计绝对是堂堂正正的阳谋了。另一头，周建军出了岳峰家门口之后，几乎以1溜小跑的速度往家里赶。真实情况就是他想给自己家找个稳定挣钱的活干。周建军指使着儿子周瑞去把二哥周卫国一家人都喊了过来。老三，啥事？
这么火急火燎的。我问小瑞，小瑞还不说，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听到了个消息，张家的小文跟小武跟着岳家二小子。岳家二小子带人放鹰挣钱，还在村里第一个买了自行车的事儿，在村子里早就已经传开了。周建军把自己去岳峰家打探到的买鹰信息以及大概账目细细的跟大哥说了一遍之后，周卫国也颇为心动。这事儿不会有猫腻吧？这么容易挣钱，人家干嘛要把鹰卖给咱们？嗨，对咱们来说这鹰稀罕，可是对岳家人来说，这玩意儿不稀罕。放俺村的马老三每年还会卖自己驯的猎狗呢。不对，我还是觉得不对。这种方圆几十里吃独食的门路，如果要卖，肯定也不能只卖几百块。二哥，你别忘了，岳家是个外来的，岳磊俩儿子，老大进城当了工人，吃上了商品粮，只剩下老二岳峰。咱们有这种挣钱的手艺，可以交给家门里的后辈儿子的，他岳家交给谁？反正我已经跟秀菊商量好了，给我家周瑞买一架鹰上山带飞龙挣钱。消息我告诉你了，你跟我嫂子自己商量吧。周老三一番话说完，周卫国也被说服了。当天傍晚，下了决定的周建军又来了，说明天上午带着人来挑鹰买鹰，要2架鹞子，2架鹰800块，在当时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了。第二天一早，周建军带着儿子周瑞，外加一个20多岁的生面孔男人推开了岳家的大门。小峰啊，我们来了，你爸呢？买鹰这么大的事儿，他去哪了？我爸不让卖，在动物炕上跟我生气呢。卖鹰的事儿我说了算，不用牵扯我爸。岳峰这么一说，多疑的周建军反而心底踏实了许多。小峰哥，这是我朋友马凯华。小马，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驯鹰高手了，岳峰，我峰哥。我家的那5架干活儿的鹞子都在外面架子上了，你们喜欢哪个就拿走哪个。行，那咱去院子里看看鹰。岳峰点点头，领着3人来到了拴鹰的红松木大长杠子上。此刻，拴鹰的杠子上从东到西一溜站了5小1大6架鹰。我们也不懂鹰，你给介绍介绍呗。行，那我就简单说几句，说多说少，仅供参考。接下来，岳峰给几人还算仔细的把每只鹰的特点介绍了一通。听完岳峰的介绍，周建军眉头微微一皱，目光在那架青鹞子身上看了又看。这个大青鹞子为啥跟其他几架鹰模样体型差这么多？这是个2年鹰，毛都换过一回了。别的鹞子是当年的小鹰，腐花都是竖纹，它是横纹，区别很明显，哪怕不懂鹰的，一眼也能看出来。当年的跟2年的差很多吗？也不是差很多，论干活儿，肯定是这个大青鹞活儿最好。这个大青鹞子确实看着更漂亮，我跟他俩商量商量。周建军跟岳峰打了个招呼，拉了儿子一把，下巴指了指南墙根位置。3个人走到南墙根，小声嘀咕起来。商量了几分钟之后，几人回来了。周建军指着架子上最孬的那俩土鹞子，我们商量好了，就要这俩本地的鹰。听到这话，岳峰影帝级演技瞬间上线，只见他眼神一瞬间的慌乱，随后有些不舍的小声说：这俩鹰除了性子小，没啥突出优点。周叔，你们确定要这个？要不然那几架鹰一架便宜20块钱，你们再考虑考虑。不用说了，性子小就是最大的优点。那几架干活好的鹰就留给你吧，就要这2架。那可先说好，要这2架鹰，价格上可就1分都不能谈了，400一架。不谈就不谈，就这2架鹰了，近5点钱。很快，周建军交了钱，双方拟定了字据文书。大侄子，钱先给你，这文书等从山上拾活回来再签，没问题吧？也行，都是屯里屯亲的。周叔，你也不能在这上面跟我整事儿。那咱们就带上鹰，现在上山。走。 4个人带着2架鹞子，浩浩荡荡就出了村，直奔后山。不到2个半小时的功夫，2只煞半鸡，4只飞龙到手。周建军起初还有些忐忑，看到儿子轻松就放鹰逮到了一只肥硕的飞龙鸟之后，高兴的眼角的褶子都散开了。小瑞跟小马也学得差不多了，该演示的也演示完了，咱们是不是该回去把协议签好了？好，这就回去签字据。签字，按手印，2份协议，1人1份，这笔生意就算完成了。送走了买鹰的周家人，岳峰心情颇为舒畅地来到了老爸岳磊的房间。都弄好了，来，800块到手，他周家跟咱们家的账，儿子给你加倍找回来了。这钱你打算怎么用？我听你李叔说，你打算买枪弄狗，等过2天下雪了之后上山。我李叔咋？小涛跟你李叔说漏嘴了，挨了他爹2下锤，就全招了。你叔知道之后就告诉我了。但是听小涛说，老陈炮好像又不舍得卖了，所以目前枪的来源不好整，狗就更没有头绪了。枪的事，要不然就再添点钱，一步到位买个新5、6半。我去找王建国想办法，让他把你整到护农队猎人名单里去，给你把枪证啥的手续都弄下来。直接一步到位56半自动步枪。岳峰以前感觉自己就够激进的了，可是听完老爹的计划，才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个保守派。嗨，亲，都听您的。对了，能不能给爸搞台收音机？我这整天在家怪闷的。嗨，亲，我明天就去镇上。就在岳家爷俩在屋里做着将来规划的时候，另一头的周建军跟儿子也感觉赚到了大便宜，一行3人，2架鹰，连中午饭都没吃，扭头出了村上了山。
周建军三人一直在山上转悠到下午4点多才下山。临近山下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一个3只飞龙的小鸡群。周瑞学着岳峰的姿势小心贴近，随后潇洒扁鹰出手，一个回合拿下。爸，这个点了，把鹰喂上吧。岳峰说了，鹰不能只干活不给食儿吃，往后这可是咱们自己家的鹰了，可得爱惜着点养。行，天也快黑了，再放也不安全，喂上吧。话刚说完，周建军突然脑袋里灵光一闪，打断了儿子刚要准备捏死一只沙半鸡喂鹰的动作。你这孩子这么大了，怎么不过日子？这沙半鸡撑死不到半斤重，还有好多骨头，一直到了城里就能卖7毛，都能买1斤猪肉了。沙半鸡留着，回家用熟猪肉喂鹰。行，那咱们就回去再喂，把鹰喂得饱饱的。明天一早咱们爷俩就上山，争取早点把买鹰的本钱挣回来。明天你跟你弟弟小宝来，我要进城，今天待你2，明天一早我去城里鬼市转转，先把麦野味门路趟好。行，听您的。第二天一早，岳峰骑着自行车就去了鬼市，在鬼市溜达了一圈，没有发现王虎的人影。社会我虎哥可是有军管会的背景，像自行车这类大件的票据都能搞到，更别说买个收音机了。既然鬼市找不到社会我虎哥，那就只能去他家找人了。随后，岳峰骑车去了王虎家，一阵打听还真找到了王虎。虎哥在家吗？原来是你啊！喂，进屋。虎哥，能不能帮我搞个半导体收音机的票？这玩意儿好弄，你等着啊，我给你去。大概2分钟之后，王虎拿着几张收音机票走了出来。老规矩，票钱是零售价的1/3，你是老朋友了，算20块钱。亲，这票我要了。大早上的就开了张，王虎挺高兴的，不过他似乎还有事儿要求岳峰。虎哥咋了？有啥事不太方便说？也没啥好不方便的，就是我跟我媳妇儿都结婚这么长时间了，她肚子一直没动静。王虎和他妻子遇到了生育方面的难题，听到这话，岳峰心里咯噔一下子，这不赶上了吗？前林李叔家有个老辈儿传下来的方子，针对男性不容易要孩子这事儿效果非常好。虎哥，暂时要不上也别揪心，我家里有个方子，专门管这方面的，等我回家给你问问。真的，要孩子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头等大事，你如果能让我媳妇儿怀上娃，往后你就是我王虎的亲兄弟。不要慌，这事儿我问明白了，肯定给你准下。妥了。从王虎家出来，岳峰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供销社。岳峰掏出86元现金跟票，递到了柜台上。销售员从库房里取出了一台崭新的收音机，递到岳峰手上。对了，上次您问的皮毛灯山货收购价格上调了20%左右，如果您手里有货的话，可以拿来我帮您看看。目前供销社有收购任务。家里确实有点黄叶子跟灰狗子的皮，不过还没阴干呢，等过段时间带过来给你看看。行，随时欢迎。岳峰从供销社买完了东西，踏上自行车就往家赶。20多分钟之后，岳峰回到了新安村。岳磊此刻在家里正戴着手套，左手架着铁背红，右手架着小鸡鹰。爸，你咋同时架着2只鹰呢？万一一个不小心，再让这大鹰给小鸡鹰钻死咋办？放心好了，拴鹰的2开我都钻得死死的呢，出不了问题。搞到买收音机的票了吗？搞定，你先把这大鹰给我，咱们进屋。好。岳峰进屋，把挎包往下一摘，从里面掏出了刚买的收音机来。半导体收音机，大春雷、上海电子3厂出品，看看咋样？这里是开关，这边是调频，拧动这个按钮就可以换不同的波段了。岳峰很仔细地教着父亲如何使用，在他的实际操作下，很快就传来了广播电视台的声音。岳磊对儿子给买的这个收音机非常喜欢，不断微调，寻找着信号，表情兴奋且专注。今天还出去放鹰呢？你妈在锅里还给你留着饭呢。大红鹰早上出轴了是吧？出了，食团很干净，早上天刚亮5点多就出轴了。这鹰看起来很稳当，不像是才刚放了2天的鹰。嘿嘿，也不看是谁训的，不稳当能行吗？哈哈，我先吃口饭，吃饱了出去逮兔子去。简单安排好了计划，岳峰先锅盖吃饭，吃饱喝足之后，驾着鹰从小路出了村。出村第一站，岳峰还是选择了那处小菜园附近，生场子只逮了3只兔子，潜力巨大。岳峰贴着路边的垄沟底位置转悠了不到1里地，很快就撵出了今天第1只兔子。岳峰端着鹰猛地一往上推，手中的铁背红借力纵身一跃，下一秒就看到猎鹰死死地抓着3-4斤重的大兔子。嘿嘿，好样的！等回家我好好犒劳你。岳峰从上午8点出门，到了此时傍晚，挎兜里已经多了6只兔子，最大的接近5斤，小一些的也得3斤多，另外还有10几只野鸡。傍晚去给城里食堂送野味肯定够用了。盆满钵满，嘿嘿，收工。岳峰回村的路上，看到一群村民在村口小卖部围着，发现人群中间，周建军的侄子周小宝正驾着鹞子吹牛呢。我跟你们说，我家这鹞子老厉害了。今天我跟我三叔家瑞哥2人上山逮了30多只沙半鸡跟飞龙鸟呀，还真是飞龙鸟。小宝，婶子从小就疼你，你这上山放鹰逮了飞龙，不得送婶子一只尝尝玩啊？
那可不行，这飞龙鸟，我三叔明天一早就进城来，他已经跟红旗煤矿的食堂联系好了，1块2亿居呢。不对劲啊！牛师傅跟我约定过了，不会考虑其他人送货的，更别说给的价格还高了1毛钱，这有问题。岳峰听到小宝嘴里提到周建军也跟红旗煤矿食堂联系好了的时候，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一路边琢磨边回到了家。今天家里小涛跟张家兄弟都没走，好像特意在等岳峰的。峰哥，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咱们卖的那2架鹰不是卖给城里人了，都让周家人自己留下了。今天上山的时候，我们碰到周瑞跟周小宝了，这俩人还把咱们每天放鹰得场子都占了。没事儿，先让他们嘚瑟几天，你们把心放肚子里就行。这事儿我早知道。这周建军是真特娘的阴险啊，这是抢咱们买卖呢。峰哥，你可千万别麻痹大意，万一着了他们道。不用怕，少则3天，多则5天，他们手里的鹰指定废。岳峰安抚完大家，随后骑着自行车就出了村子，直奔城里红旗煤矿20堂。此刻20堂，牛福生正端着茶壶喝茶，一个小徒弟从外面走进来。师傅，你吩咐我的事儿，我打听明白了。10堂那边确实也上了活的飞龙跟沙拌鸡，应该是从夜市上买回来的。有多少？至少10多只。行，我知道了。大厨傅清河的10堂是牛福生20堂的竞争对手，对面也搞起了鲜活野味，这让牛福生很是头疼。难道说岳峰说话不算数，偷偷的给傅清河供货了？正当牛福生在心底暗自琢磨的时候，岳峰推着自行车径直从20堂的后门这边来到了食材仓库。牛大哥在忙着吗？今天的食材送来了。哟，小岳来了，我今天不忙，走，我跟你去点货去。两人清点完货物，牛福生一反常态，突然抬高了收货价，让给岳峰有些疑惑。行，现在市面上行情，死野鸡6毛1斤左右，你这逮的活的价格翻1倍，野兔1块钱1斤，野鸡1块2一斤，你看行不？这价格有些高了吧？这个价格是独家供应的价格，你如果答应了，那往后这些猎物只能卖给我们20堂。话说到这儿，岳峰瞬间反应过来，牛福生是啥意思了？肯定是他以为自己还给10堂供货了。这么周建军的货，应该是卖给了10堂。牛福生这边不爽了。牛大哥，您不会以为10堂的货是我给供的吧？难道不是？我让徒弟去偷摸看过了，都是活禽，跟你送过来的品质基本一致。嘿嘿，你误会了，我跟你说是咋回事。岳峰趴到牛福生的耳边，小声的嘀咕了一会儿，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大致说了一遍。20堂，岳峰面对焦急的牛福生，把周建军蹦跶不了几天的事儿告诉了他，给牛福生吃一颗定心丸。你的意思是，你们村那个叫周建军的，给10堂供野味肯定不会稳定跟长久，最短3天，长的话5天，鹰在他手里肯定出问题。那我可就放心多了。不过价格还是刚才我给你报的价格，高一点谁也挑不出理来。嗨嗨，那就谢谢牛哥了。很快，牛福生就给岳峰结算了当天的货款，总货款128元，带上采购票据副本，揣着钱，岳峰离开了20堂。另一头，新安村周家，周瑞跟周小宝哥俩又在山上待了一整天，但是收获远不如昨天，鹰的状态出了问题。小瑞哥，我咋觉得今天咱们的鹰状态不如昨天好呢？可能是咱俩手法有问题，失败次数多了，给鹰累着了。今天下午，咱们手里这2家鹰都好多次出手，却追不上猎物，那咋办啊？咱们明天继续放，等我爸回来了，听听他的意见再决定。这鹰你先别带回家了，今天就放我家。行，那我先回家一趟，待会儿吃了晚饭再过来。又过了半个多小时，周建军从外面回来了，儿子周瑞也带着2只鹰回来了。小瑞回来了，今天上山收获咋样？上午还行，逮了20几个飞龙跟沙拌鸡，到了下午，鹰就开始出问题了。鹰出问题了，咋回事？周瑞原本将今天遇到的问题告诉了自己父亲。那搞不好应该是晚上回来时喂少了，鹰吃不饱，自然就没力气。今天给这2家鹰顶个大满宿。行，待会儿我喂，吃多少给多少，直到鹰不吃了为止。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小宝也来了周瑞家，哥俩各自喂自己的鹰，全都给喂了个大素子。第二天一早，周建军早早的起床就闻到了一股臭味，鹰把大量没消化完的肉条吐了出来。难道是猪肉不新鲜？不行，岳峰当初告诉我，喂鹰最好是活食。周建军从打算进城送的野味里取出了一只沙拌鸡来，喂给了鹰，随后进了城。等他再从城里回来的时候，发现鹰又吐了，而且像是得了鸡瘟一样，基本废了。周家老二周卫国得到消息之后也过来了，将村里的赤脚医生王大脑袋给领回了家。怀庆，你是医生，给看看家里这俩鹰该咋治？这俩鹰够呛了，都炸毛了，咋回事？还能给治治不？我看像是得了鸡瘟之类的毛病，想治好难嘞，给灌点土霉素吧，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别抱太大希望。周建军跟周卫国对视一眼，都觉得王大脑袋的判断应该靠谱。很快，在几个人的合作下，又是灌药又是挤水的，
原本就挺虚弱的猎鹰又给折腾了一遍，结果等晚上12点起来看的时候，两家鹰都从架上站不稳掉了下来，一摸凉了。鹰死了就死了吧，这才不该咱们吧。鹰才买了几天就死了，咱们的投资还远没有挣回来呢，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要想办法让岳家把钱吐出来。让岳家退钱，鹰人家好好的卖走的，咱还上山放了2天，前后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怎么退钱？这鹰买回来的时候是没问题，可谁知道有没有什么暗病啥的？只要咱们咬住了有问题，哪怕不能退全款，退回多少来算多少，总是能减少一些损失。此时岳峰在山上奔波了一整天，收获颇丰，背着2个挎包出现在村头的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迎着岳峰走了过来。哟，周叔这是上哪来着？大侄子，我在村口特意等你呢，咱们两家一直关系可不错，你咋敢坑我的事儿呢？咋了？怎么还就我坑你了？我啥也没干啊！周建军吆喝一声，周瑞跟周小宝哥俩从小卖店里钻了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蛇皮袋子。小瑞、小宝把死鹰拎出来，你看看这是啥？鹰咋死了？你带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这俩鹰从你家买回来，当天就有毛病，后面又上山放了2天，鹰就开始吐屎了。我找了村里的王大脑袋去看，他说是鸡瘟，没救了。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鸡瘟，王大脑袋就是个赤脚医生，也不是对口的兽医，他知道各溜啊。好好跟你说，说不通是吧？那行，咱们找个说理的地方，跟我去村部。你干嘛？行啊，去村部讲理去。岳峰回家送完东西，从柜橱里取出了那天周建军签的买卖文书，紧接着就跟着周建军来到了村部。等岳峰赶到的时候，村部已经围满了人，大都是周建军拉来的壮声势的亲朋势力，几十口子人都围在这里闹哄哄的，等待着由村书记王建国进行矛盾裁定。小峰啊，怎么回事？听建军说他家买的你家鹰没养几天就死了。有这事啊？2架鹰，400块一架，前后2期带走的，有文书。文书在哪呢？拿给我看看。岳峰从兜里掏出文书，随后亲手递到了王建国的面前。王建国打开仔细的看了一眼，上面写得很清楚，从协议里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买卖是你们双方自愿的，人家也没给你做后续承诺啊。是我做后续承诺，可他卖给我的鹰不健康，回家就有问题，那是不是他的责任？如果真有毛病，你拿回家怎么当天不来找我，第2天不来找我，等鹰死了，你说有毛病了，冲你的辈分我喊你一声周叔，可你这行事儿也没给你儿子做个榜样啊。你怎么说话呢？我花这么多钱买回来，怎么会故意祸害自己的鹰？你俩都停一下，咱们把事情当着老少爷们捋一遍，确定争议点了，再讨论后面行不行？吵吵并不解决问题。好，那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要单独问一下周瑞，您能去我婶子那屋暂时回避一下吗？行，我先去西屋。听到回避，周建军心里咯噔一下。周建军跟周瑞对视一眼，扭头就朝着西屋走去，很快消失在了众人面前。周瑞，你说说吧，你们从我家买了鹰，几点喂的食？鹰吃的什么食物？吃了多少分量？然后几点发现的鹰吐食？周瑞含糊其辞，除了爷俩有共识的信息之外，其他关键时间信息都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那鹰吐食了之后，又是咋操作的呢？当时你在不在场？在，我爸又给喂了肉，然后鹰吃了，这回没吐。岳峰问完了周瑞，又把周建军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爷俩前后的说法根本就对不上，漏洞百出。王书记，听完刚才我问的话，想必您跟大家一样，心里也有答案了吧？周瑞说鹰吃了食儿之后没吐，周建军说又吐了，是谁撒了谎？撒谎为了掩盖啥？是鹰从我这买回去就有毛病，还是买回去之后被折腾出来的毛病？大家觉得呢？岳峰一番输出，王建国肯定听懂了，也知道周家父子2人的表述上有逻辑漏洞，可是单凭这一点，并不能彻底将岳峰摘出来。此时一旁的周瑞立马翻供，是我记混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确实吐了，还挺臭呢。肯定吐了，我记得很清楚。说了这么多，没法证明鹰带回去就有病，也没法证明没病，还有别的补充吗？我在你们买鹰的时候有没有提醒过你们，要活吃活逮才能保证健康？你们喂的啥？猪肉，吃猪肉喂死了鹰，赖我吗？是瘦肉，纯瘦的。纯瘦肉也是猪肉，你敢以山神爷土地公的名义发誓吗？岳家跟周家，咱们2家谁撒谎了？天打五雷轰，断子绝孙的。周建军不说话了，为了自家利益撒谎胡搅蛮缠没问题，但是拿着山神也发毒誓，别说400块了，就算为了4000块、4万块，周建军也不敢。本来我还觉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可是你周建军也不是个爷们儿。前些日子你骗我爸说可以帮我安排林场的工作，收了我家45块钱，结果呢？索性撕破脸皮，岳峰当着书记以及众村民的面把周建军骗他们家45块钱找林场工作的事儿原原本本的抖了出来。周建军在一旁听着脸都绿了。别说鹰没问题了，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问题，也赖你眼力不济，活该！别以为你私下里干的龌龊事儿没人知道，惹急眼了，我都给你捅上去，啥后果你自己想。先给你提个醒儿，姓李的棒槌是谁？啥事儿你自己清楚。当岳峰提到姓李的棒槌2个词儿的时候，周建军瞬间脸色煞白，
好似被岳峰一句话抽走了魂儿似的，豆大的汗珠都下来了。行了，小峰，这事儿到此为止吧。老周，岳家二小爷把情况跟你说清楚了，猎鹰不能喂猪肉，你自己下喂给鹰喂死了，不能赖人家，都散了吧。王建国在村里的威望还是非常高的，他说散了。看热闹的人群里，众多人纷纷掉头往外走。等人群散得差不多了，周建军这才摆摆手，失魂落魄的扭头离去。周家人走了没多久，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呼哧带喘的声音。峰哥，人呢？周家那帮老壁灯呢？没动手吧？小涛，大晚上的提个扎枪瞎算啥？回头看我不跟你爹说，让他给你数数皮子。嘿嘿，那帮周家人贼不是东西，我怕我哥吃亏。事儿处理完了。处理完了，没啥事。那俩因被周家人喂猪肉臭糖喂死了，你把扎香收起来。大晚上怪吓人的。行，咱没吃亏就行。有咱叔在这呢，我能吃啥亏？今天这事儿还得谢谢王叔给主持公道。回头大侄子请你喝酒啊。你这酒我可不敢乱喝，这才几天功夫，你打了朱家老头子，今天又指着周老三的鼻子骂。村里这些老户，再过不了几天，就得让你都得醉光了。咋的？你得在村里立棍啊！我就组织几个小哥们上山放鹰挣点小钱，又没主动招谁惹谁，总不能人家都欺负到脸上来了，我忍着吧。别嬉皮笑脸的，周家这事儿就算到此为止了，不管你知道啥，都烂到肚子里，把嘴巴关好，听到没？知道了。那滚蛋吧，记得回头逮着好东西了，做好吃的来喊我，我还有好酒呢。王建国摆摆手，直接下了逐客令，